大家好，我是听风的禅。今天咱继续讲技术代差的第6集。咱上一集讲的是2021年6月15号到6月17号之间，美国里根号航母战斗群接到上司的命令，途经南海去那中东，接替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那艾森豪威尔号都开出去半年了，那该保养了，那滤芯啊、机油啊，那再不换，那发动机都拉缸了都。所以这艾森豪威尔号那就急吼吼的往那弗吉尼亚的洛夫克赶，回去的晚了，那大修就排不上了啊！那这几年呢，大漂亮家的造船工业迅速萎缩。您别说那民用轮船了，那就是自己家的军舰，那航母阿利伯克2，那大修都得挂号，不找熟人都排不上队。那有人可能就说了，那不对啊，那我怎么听说呢？美国的造船业是世界第一的，那全球第一海军啊，怎么在你听我的禅的嘴里，那都变得跟破烂一样？你这绝对自嗨！哎，各位啊，这可不是我故意黑大漂亮，咱用说句说话。那上个世纪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那美国的造船业确实牛，占了这个世界上70%的产能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地球上啊，你不管是制造军舰也好，还制造商船也好，那都是人家美国人下水的啊。那工业第一强国，实至名归。那剩下的30%，那大部分在苏联，还有小部分在欧洲。其实原先呢，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前，全球造船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它不是美国，是英国。据数据统计，在1900年到1945年，全球造船工业第1名英国，占50%以上。这一场世界大战下来，整个欧洲全烂了，苏联也半死不拉活，那亚洲也别提了。你看看咱的抗日战争打得有多艰难，那你就知道了。那非洲也不提了吧，啊，南美也不提了吧，啊，这俩是殖民地。那南北两极啊，那企鹅和北极熊它也不会造船。这后来第2次世界大战打完之后，这美国的造船工业呢就开始迅速下降啊。你毕竟造船嘛，那属于工业，那工业就是实业啊，那实业赚钱慢。那美国人一看，那我都世界老大了，那赚钱还这么慢，那我得赚快钱啊。像这样的苦活累活，还是让我手下的那群小弟们干吧。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了，那本来被打成一片白地的日本，成为了美国前沿的后勤基地，接受了大量的订单，同时也承接了美国大量的造船业。因为这本子呢，它没有主权，你不管是军事还是政治，那都被大漂亮捏得死死的，所以美国可以放心的把自己的造船工业向日本快速转移。到了1971年，那本子家的造船工业啊，我说的是仅就商船造船工业啊，就占这个世界上50%了啊。您要知道啊，这造船工业有多赚钱，这世界上啊，你造什么你都不如造船赚钱。而且造船这事儿呢，还主要赚外国人钱啊。你看本国人他能卖多少，他都出口了啊。你看世界上最赚钱的几个制造业，那造船业应该排到第一啊，其次是大飞机，然后就是汽车。那有人还说啊，那高铁呢？啊，那高铁是赚钱，但是全球啊能买的人不多。但是船啊、飞机、汽车，它只要是个像样的国家，它都得买。你不买这几样东西，发展不了。所以这本子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哎呦，那富的都流油了都。这人一有钱呢，他就容易看不清自己，那他都忘了他自己的身份了，那开始跟那大漂亮说话也横了。当时有句传言啊，说日本要买美国的华尔街啊，你这不是神经病吗？啊，你想想那大漂亮家的皇上是谁？那就是华尔街那群精英家族们。你本子舔着大脸说要买华尔街啊，你就相当于一个藩邦外国要买大明天子的紫禁城一样，那还有好吗？所以到了80年代中期，这大漂亮就开始下手了，抓了那本子家的企业的高管啊，这可不是我胡说啊，你可以上网查，1985年东芝高管就被美国给抓了啊，其中包括董事长和总经理连窝端。不仅如此，还得让东芝公司自己掏了1亿日元，在美国的主流报纸上刊登谢罪广告，随即强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这小本子经济都被阉割了啊！你看这就叫杀人诛心啊！不仅我抢了你的钱，我还抓你的人啊，还得让你道歉
那还得签不平等条约啊，永世不得翻身。你看那近30年来，那日本都成什么模样了？这国家一旦被阉割呀，他人民也被阉割。啊，你看那日本呢，在1980年以前出生的孩子们啊，那一类人呢，可以归为昭和男儿啊，就特别有男子汉气概，好勇斗狠，不服输，有理想，有信念，有自信啊，这就叫昭和男儿。从那1980年以后再出生的孩子，那他主要的成长过程呢，那就是被经济阉割之后的时代了啊，统称为令和废柴，或者叫令和伪娘，还有叫令和二次元。哎，你发现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啊，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头发染成黄色啊。你看黄毛这种人呢，他就是在日本那时候兴起的。那他不懂的人呢，都认为，哎，这黄头发是不是很潮啊？啊，很现代化呀？不是，从行为学上来讲，那人类的所有的行为都能反映出他的心理状态啊。你看，这是我专业啊，认识我的人都知道，那当年我是测谎大师，那就是搞心理学的，一套16通道心理分析仪破获奇案无数啊。那这块要讲起来啊，那比狄仁杰好看多了啊。3年以后我可以出本书跟大家慢慢讲。好了，咱不吹牛啊，咱接着讲。哎呦我去，说哪儿了就？哎，说到黄毛了都。啊，那日本的黄毛是为什么兴起的呢？那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啊，被美国人制裁之后啊，整个民族啊都没信心了。哎呀，我们这太丢人了，这完全就不行。这美国还是爹，那我也想变美国人呢。哎，那结果投胎投错了，那非要投到岛国去。那我怎么办呢？那我得把头发染成黄色，那往那美国靠拢吧。那实在不行，我再戴一美瞳，把那眼珠子也搞成蓝色的。啊，他就是这种心理啊。你看那漫画啊，也是这样。在80年代后期，那日本的漫画大量的出现黄头发的角色啊，那美女都是黄头发的，那帅哥也得是黄头发的，就连那七龙珠的主角那赛亚人要是没有变身之前，那头发是黑色的啊，一旦变成超级赛亚人，那牛逼了，那就得变成黄头发。而且呢，超级赛亚人第3代，那不仅头发是黄的，那眼珠子也得变成蓝色的。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那其实就是民族自信心被打断之后产生的文化。哎，这集不是讲技术代差的吗？怎么讲到超级赛亚人了啊？好，咱跑回去接着讲轮船啊。这本质家的经济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被大漂亮收割之后，那造船业也萎缩了。那大漂亮一想，那这造船业它这么辛苦，这我不能干啊，那我得再找一个其他国家接着干啊，那不能再给本子了，这本子不听话。于是呢，就盯上了另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就是那半岛南边小韩啊。那他为什么要把那造船业给那没有主权的国家呢？因为那大漂亮也不傻啊，他知道这造船工业极其重要，谁控制了造船工业，那就相当于控制了整个海洋，谁控制了整个海洋，那就相当于控制了这颗星球。你想，那最开始造船工业那是西班牙啊，第一。结果一场海战下来，英国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世界造船工业第1强国。从此身份就不一样了，变日不落帝国了，那妥妥世界老大。那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那大漂亮控制了70%的造船工业，那他就是老大，无可争议。那后来呢，转让给日本，那没问题啊。那日本他没有主权，军事政治都在美国人手中控制，他翻不了天，随时可以拿捏。那到了80年代末，那大漂亮只能把这造船工业过渡给另一个自己放心的人手里，那就是半岛南边。同样，那半岛南边也没有军事指挥权，那政治也得受大漂亮控制，所以这造船工业开始大规模向韩国转移。于是那韩国的经济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腾飞，到2000年，韩国的造船工业全面赶超日本。在2008年，韩国造船工业占全球的 37.9%， 新接订单量超过 50%。 那个时候韩潮韩风刮遍整个世界啊！你看那时候啊，咱们国家还有一群小年轻开始穿的韩服，那女同志穿的时尚的衣服还要韩版的。那时候有个词叫哈韩嘛，那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经济发达了，有钱了，那大家都愿意蹭他的流量。你看就像现在听我的禅一样，
那粉丝量100-200万的时候没人理我，那满嘴胡说八道都没问题。但是自从粉丝超过500万之后，哎呦，那整个互联网啊，那群起而攻之啊！为什么呢？啊，就蹭流量啊！说到底还是谁红了蹭谁啊！那我不反对粉丝们蹭我流量，但是我喜欢听好听的啊！你要是夸我的话，那我一般都留个言啊！你要是骂我的话，那我就举报啊！我这人呢，那主打一个恩怨分明。所以当时呢，韩国他有钱了之后，那哈韩这种氛围啊，他不仅在中国刮，他还刮遍了全世界。你看他造船业多厉害，但是你有没有看到数据里面出现一个问题？那韩国成为全世界造船工业第1大国的时候，那它的工业生产能力为什么只占这个世界上的30%多呢？那为什么不像鼎盛时期的日本，那造船能力能达到50%呢？哎，因为旁边蹲着一老六，就是咱们啊！你看熊猫啊，他就这种人，他不行的时候呢，也不气馁啊，大不了我蹲在旁边，一点一点的偷吃啊，吃到嘴里就是我的。那你们比我强，你强去呗，那我只要稳扎稳打就行。讲的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啊，你不用羡慕人家，你只要进步，那就是好的。你比如说你这个月挣了3000块钱，本来挺高兴，结果一看人家邻居家挣了2万，都还买车了，哎呦，你这受不了啊，妒火中烧啊，一晚上都睡不着。那想着邻居家他怎么赚了这么多钱，那这应该让我赚了，那我得把他的生意给倒黄了，然后我来啊！你看这种心态他就不对了。你比如现在听我的产啊，因为粉丝们的捧场啊，涨粉速度比较快啊，结果有人就眼红了，这应该是我的呀，那这小木蛋何德何能啊？为什么他红了？那要红也得是我红啊！啊，不行，我得攻击他啊，把他给弄死啊！你看这心态就不对了，是不是啊？就算听我的谈从此以后不在网上讲故事了，改行摊煎饼去了，那你这该不红他还不红啊？所以心态放正，干好自己的主责主业，向熊猫学习啊！你看咱们就这样。那到了2008年，那韩国是这个世界上造船工业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一场金融危机，市场重新洗牌，这一直蹲在后面的熊猫就开始发力了，趁机吃下了大量的订单啊！你看这就叫厚积薄发，你得先厚积才能薄发的。你要是不做长期的技术积累学习，就算机会在你眼前，你也伸手抓不住。到了2021年以后，这中国呀，造船工业订单完工量占40%，新接订单量占50%，首次订单量占40%，成为世界第1梯队。又过了10年，2023年，中国造船完工量超过50%，新接订单量超过66%，首次订单量超过50%，稳居世界第1。这还不算，2024年上半年，中国承接新船订单占全世界份额的64%，以金额统计也超过了60%。这为什么增长这么猛呢？因为一场疫情，咱们国家是这个世界上疫情管控最好的国家，所以中国的造船业已经超过了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你看看我刚才讲的历史，西班牙、英国、美国、日本、韩国，你说未来会在谁手里啊？如果我要判断不错的话，这2年全世界会开始哈中，中国文化会横扫世界啊！这不是咱自嗨啊，这经济规律。那说到这儿，可能就有人说了，哎，那我怎么没感觉到呢？那为什么我感觉我这2年生意越来越难做呢？那你讲的为什么和我的感受它不相符？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您从事的行业没有接到产业升级的红利啊！你这个也没办法，你总不能让以前干小食品生意的老板啊也搞一产业升级，去搞芯片去吧。市场是无情的，一波一波的会被淘汰掉，一波一波的新人、新企业会迅速崛起。20年前的大老板，20年后他不一定还是老板；10年前赚钱的生意，他10年后不一定还能赚到钱。这就叫做新陈代谢。说起来很残忍，
就像《道德经》里的一句话：天地不仁，万物皆为刍狗。你看咱这集应该讲技术代查的，就说了那个艾森豪威尔号进港停靠的事儿，跑题跑了10来分钟，不过效果是一样的啊。这个艾森豪威尔号在2021年6月份开始从中东撤离，回家排队保养去了。这大漂亮在中东可就空了，那中东对大漂亮来讲那至关重要，没有航母保持军事存在能行吗？这在历史上可从来没见过。当时的情况就跟现在是一样的。你看现在的艾森豪威尔号从中东已经跑了，说是要回家进港维修但是我预言不错的话，他可能就要退役，那还修个屁啊，那都没价值了都。而现在的福特号呢，还没到中东他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一样，只不过2021年6月份去接替中东那艘航母的是里根号航母战斗群这为什么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在2021年6月份的时候没有迅速赶往中东呢？那就接上咱上集讲的故事了。这里根号航母战斗群途经咱们中国南海的时候，发现南海的 GPS 航道信标给换成北斗的了你这就不方便了就。虽然经过南海的时候它不至于迷路，但是很不方便，那深一脚浅一脚，那一滑一出溜的，这把那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的乔治维克夫气得够呛。这好你个熊猫，有你这么干的吗？你把那 GPS 的航道信标给换成北斗的了，那我这敢用吗？那我要是用了，你都知道我什么位置了，那我什么身份？那我是核动力航母战斗群的世界顶级战力跑你们家南海还得主动暴露位置，那我面子往哪搁？俗话说了，人活一口气，佛正一炷香老子就是不用了。你说这货也是个拧头，他不但不用这导航信标，连那 AIS 也没开，非要拧一把来一个非无害通过，那你想能好得了吗？那南海可是熊猫的地盘，你要说在10年以前你航母战斗群可以这么搞，那时候熊猫还不行，但是那都2021年了，你还这么干，那不是找丢人吗？于是就接上我上集讲的了，那熊猫家1枚反辐射导弹过去，那舰载预警机、电子战机全部闭嘴。那至于原理呢，我上集讲的很明白，那鹰击91那就是干这事儿的。那它在实战中的真正用法，那不是击毁对方的目标，那就是强迫对方主动关闭雷达，关闭信号发射源你不关就是个死，你关了你就没事。这把这乔治维克夫气得够呛，正在他心里画小圈圈诅咒熊猫的时候，从远处传来一阵轰鸣。这乔治维克夫一愣，有飞机接近我们了，这雷达也不敢开机于是通知天上的 EA-18 机打开光电吊舱，看看到底什么回事这儿都讲到光电吊舱了这块知识特别复杂，咱这集呢先不讲，以后再讲你就把那光电吊舱当成一部远程的红外望远镜就行它不仅是红外望远镜，它还能远程锁定目标，突破也行好，你拿一红六 K 来给我一突防，而且已经逼近我20公里以内了，你这要真打起来，你别说发射反舰导弹了，那20公里外呢，你撂鱼雷都可以了。那有人就问了，那咱的空六 K 搞一突防，就不怕他们把咱的空六 K 打下来吗？这块您想多了你说他敢吗？虽然说他把咱轰六打下来没问题，那毕竟是轰炸机嘛，那笨重的很，但是他打下来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整个航母战斗群全军覆没为什么能这么说呢？那你得看看整个南海，在这2021年已经被这熊猫武装到牙齿了。单说呢岸基反舰导弹，那都能把里根号航母战斗群打成筛子。就算咱不用那岸基反舰导弹，我能让2架轰六 K 突破你的航母防空圈，那我就能让20架歼16突防进去怎么着你都是死。那有人就说了，那航母就这么不堪一击吗？列位，那可不是航母它不堪一击，那你得分在谁面前。你除了熊猫之外，那航母都可以威慑整个世界，但是你在熊猫面前你什么都不是为什么呢？上一集咱讲得很清楚，那航母之所以难打，那不是说它防御力多强，而是因为在这茫茫大海上，你发现航母都是个难事儿，你更别提远程锁定它了。
这2021年6月16日，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在咱们中国南海被跟踪突防啊，这档子事儿啊。首先呢，我先公布一下信源啊。那我的故事呢，它不是爽文，我时间地点都讲了，如果不信啊，上网搜一下就明白了。这消息的来源呢，是2021年6月16日日本时报和路透社的报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那大漂亮呢是矢口否认，那就跟那前段时间在红海的事儿一样啊，我没有被打中啊，我什么事都没有，少污蔑我啊！你看这大漂亮死鸭子嘴硬这毛病啊，由来已久啊，这说瞎话都说顺了嘴了都。这2021年6月16日，美国海军第5航母打击群发言人乔凯利中校在回答有关中国战机是否接近他们的问题的时候说道，里根号打击群没有与任何中国军用飞机进行互动啊！你看他说的话多巧妙啊！我们没有进行互动啊！你乍一听上去感觉这我否认了，没这事儿。但是你仔细品这味儿啊，他说的可是没有与任何中国军用飞机进行互动啊！这就至于中国飞机来没来啊，有没有突防，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搭理他，他也没搭理我。结果这打脸不过夜啊！16日当天，那在推特上照片就传出来了。什么照片呢？就是卫星照片，拍摄到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在南海航行的时候，先是被咱们的054A 导弹护卫舰给盯上了，也就远远的伴航吧，而且两舰距离不超过100公里。那你就说明问题了，也就是说里根号航母在中国南海位置实时已经暴露了。那你中国的卫星都能拍到它，那突防一下，那不是顺理成章了吗？所以你看啊，这大漂亮挨完打之后，那向来也是嘴硬的，跟那前段的胡塞武装打那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一样啊，那就是各种的花式否认吧。但是这事儿呢，他本子家给爆出来了。所以说呢，你看他本子家的心态啊，他很阴暗，他其实他并不像这大漂亮。通过这10来年那本子家的报道，那我发现一规律啊，只要是大漂亮在咱们家丢人的事儿，那本子家是第一时间放出来的，而且呢用语啊还有修辞啊都倍儿兴奋。咱美爹挨打了，丢人了，太好了被熊猫给弄了。但是呢大漂亮要是搞了熊猫的话，那本子也倍儿兴奋。你看俺美爹把那熊猫给搞了，太牛逼了。所以说你看那小子的心态啊，就跟咱看的抗日神剧里面的狗腿子一样。那太君要是被这八路给打了，那他也偷着乐；那太君要是打了八路，那他也狐假虎威啊！反正全世界的狗腿子吧，他都内心扭曲。所以这本子呢，第一时间就把这事儿给爆出来了。那咱再回头想一想，那为什么这里根号航母战斗群会被咱们的2架轰6K 给突防了呢？经过我查找大量资料后，发现了2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这大漂亮家的航母战斗群特别的孱弱。那它怎么个孱弱法呢？就是说它的航母战斗群的配置那都不是减配了，那简直就搞笑。你例如这2021年6月的时候，总共就2艘伴航的军舰，一艘是阿里伯克级的哈尔西号，还有一艘就是老掉牙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夏洛号。您别一听他说是巡洋舰都感觉很大一样，其实他连1万吨都不到，那跟咱的05大驱他都没法比。你想一个航母打击群伴航的水面舰艇就2艘，你这不闹着玩的吗？就你这配置，那我感觉轰6K 突防他都多余，那这活他歼7他都能干。而且我发现这几年呢，那大漂亮家的航母几乎都是这种配置，顶多1艘航母配3艘军舰，配4艘军舰的都很罕见。你这防空圈的根本就展不开啊，你就算展开了也只能展开1道防御啊。那这种防空圈它跟闹着玩一样，那要真打起来，那4架歼46的挂弹量就能给这航母战斗群来一波饱和攻击。那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呢？那就又回到我开头讲的那段了。那大漂亮家的船舶工业现在在全球只占 4%， 那中国占 66%， 剩下的 20%多在韩国，不过也在萎缩。这就导致了大漂亮家不管是军舰还是航母，
连保养维修都是问题，所以它的出勤率就降得极低。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来，你看那美国航母战斗群啊，那一个个感觉惨不忍睹，那一艘航母领着2艘船就出发了，还傻了吧唧的跑咱家门口炫耀武力。你说你都这样了，还炫耀个屁啊！啊，这有时候我都可怜他，那跟那要饭的一样，那开着3艘破船就来了。你看看前段时间咱们演习一次性出了3艘055，那052D 他都没数，那054A 都乌泱乌泱的，那什么叫万箭齐发？那这就叫实力。在绝对实力面前，那不管你是黑我们还是搞串联排挤我们，那都无比的幼稚啊！那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那就是咱们实时定位航母的技术了。那这个技术可是世界上的绝活，那说到底就是侦察卫星技术。原本呢，我是想把那中美两国的侦察卫星参数数据给整理一遍，像以前一样做个横向的对比，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为什么呢？主要是中国的卫星型号太多，体系太庞大，那它不像美国就是索眼系列，那最先进的索眼12侦察卫星，那1990年就装备了，那这30多年都过去了，那到现在还是索眼12呢。虽然后来发展了12个型号，但是也就那样，变化不大。但是你再看看熊猫家的侦察卫星，那根本就查不过来。那光那民用遥感卫星都5大系列，就说那吉林1号吧，它那吉林1号可不是1颗卫星，它都130多颗，那有1它就有2，那其他的资料它根本就查不完，纷繁复杂。还有那高分卫星，从那高分1一下子到那高分11，各种制式各种星座啊，这太乱了，你根本就没法统计。那只能说熊猫家的侦察卫星这块那都玩出花来了。反正咱就一句话总结吧，那美国最先进的索眼12最高分辨率 0.1 米，咱的高分11最高分辨率也是 0.1 米，但是在实时监控这一方面，这大漂亮根本就玩不过咱。为什么这么说呢？2023年10月21日，中国的星地激光高速图像传输实验取得成功。啊，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天上的卫星啊，实时的图像，它不用通过电磁波把那图像发回来了，而是用了激光传输图像信号。那你这样的话，那天上的侦察卫星那都跟摄像头一样，可以做到实时同步监控。那这项技术呢，在美国它还没有啊。反正就总结一下吧，咱们的侦察卫星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目前最强大的存在，实时发现航母，监控航母，甚至通过人工智能可以实时监控飞行中的隐身战斗机，那可以说那就无敌了。这不是咱吹牛啊，你上网查一查，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咱们国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李德仁先生亲口所说。在今年，李德仁院士在采访的时候亲自说道，解放军的遥感卫星的分辨率已经超过了美国最强侦察卫星。中国的遥感卫星不仅能够从太空锁定外军航母，还能够实时追踪美军的 F-22隐形战机。你看这话说的那一点都不含糊。但是正当我们欢欣雀跃之时，美国也出了一位高人。谁呢？就是那马斯克。他突然搞了一个弯道超车。你看这弯道超车啊，他不光咱会，他美国人狠起来也会。那这科学技术啊，它就是这样，那不是说只有咱赶超人家，那确实有时候人家也赶超咱。那至于他怎么赶超咱呢，咱们下回再说。